这里曾是东莞中塘镇最豪华的5星级酒店，豪车云集，热闹非凡，拥有多种客房和餐饮设施，地理位置优越。如今，酒店的建筑和设施显得有些荒废，杂草丛生，人去楼空，仿佛和时代诉说着过去的辉煌。酒店于2020年停业，你知道它为什么倒闭了吗？近9年以来，餐饮行业彻底变天了。看我身后这家大酒店，以前都是几千元一桌，现在在路边摆摊卖盒饭，一流的厨师，一流的团队，这样的价格直接卷死周边的小餐饮。你觉得这波操作是自救还是无奈？酒店菜摆摊卖，我们锦华大酒店也出来摆摊了。我们都是大厨现炒，不卖隔夜菜，品种多样，经济实惠，好吃不贵。近年来，中国5星级酒店陷入了困境，许多知名大酒店悄然间倒闭转手，有些贱卖也没人要。根据最新报道，有行业数据，5星级酒店中有60%到75%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。一位资深的从业人士说，2025年更将是所有酒店集中转让的一年，至少还有一半的酒店会破产，这可不是危言耸听。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经济不好，高端酒店客户消失了，同时呢，也与中国房地产衰败息息相关。为了生存，很多高端酒店不得不打折促销，有的酒店还推出所谓的便民服务，在路边卖盒饭、卖熟食，有的卖卤菜、小吃等等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。今年是酒店转让元年，有非常多的酒店要转，街上到处都是亏本大甩卖。你不要说我是在制造焦虑，你急不急你自己清楚。我做酒店11年，从没见过哪一年像今年一样这么大面积的酒店集中转让，大大小小的。你眼前的就是东莞大岭山镇唯一一家5星级酒店——帝京国际大酒店，已经荒废了2年之久，无人机高空俯瞰。酒店内多辆挖掘机正在施工，开始拆除这家曾经夜夜笙歌、华丽绽放的大酒店。这么豪华的大酒店就这么拆了，真的令人感到十分遗憾。许多同样的大酒店都在挣扎之中，现在看到了拆掉帝京国际酒店的场景，一切显得特别荒芜。曾经风光无限、高高在上的5星级大酒店，现在迎来了集体大甩卖。谁都没有想到啊，曾经出差旅游能住个5星级酒店，那可是身份和品质的象征。可是现在呢，越来越多的5星级酒店经营不下去了。其实啊，这场5星级酒店的大退潮，早在2023年就开始了，而且现在还在不断的加速。很多酒店的业主啊，资金链是非常的紧张，投资方呢也是纷纷的跑路。就连上海宝格丽这样的顶级奢华酒店，以前呢那可是高不可攀呐。像接待过美国总统的北京金茂威斯汀也都没能逃过被甩卖的命运，而且啊，能成功转手的酒店也是少之又少。像北京的索菲特、佛山的希尔顿、重庆的悦榕庄，这些酒店呢拍卖了多次，却是多次流拍，价格呢一降再降，还是无人问津。有的呢甚至只能无奈关门，像北京的长城饭店和云舍酒店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高端酒店业的疯狂始于房地产扩张时代。从2000年开始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，要求开发商拿地时必须配建5星级酒店，这样就能够带动周边房价上涨，而开发商也愿意配合，于是高端酒店在全中国遍地开花。中国房地产在经过20年的狂奔之后，在2020年，中共官方抛出限制房地产开发融资的3条红线政策，使房地产大降温，很多房企面临崩塌。而大部分的5星酒店是当年房地产公司投资的，为了回笼资金，这些大酒店就成了需要被甩卖的资产包袱。这是东莞塘下镇唯一一家像样点的5星级酒店，由塘下本地老油王花费7个亿建设，可惜他的命运却十分的短暂。酒店从始到今也就9个年头的历史，酒店就连拍了好几次，价格也是一而再跌，从原先的7亿跌到1.76亿的成交，可惜酒店营业不到半年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最终还是倒闭了。难道东莞的服务业真的不行了吗？真的有那么卷吗？眼前看到的就是当年总投资超10亿打造的三水金太阳大酒店，也是佛山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酒店建筑，更是富豪大亨们的聚集地。酒店坐落于广东3大支流北江之畔，三水和南海交汇之地，曾在疫情时为三水防控疫情做出贡献，如今却大门紧闭，杂草丛生，实在令人觉得唏嘘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知道三水还有哪些倒闭的地标吗？
2025年已经过了一半了，酒店老板的心估计也凉了一半。全国酒店老板过完了痛苦的2024年，都盼着25年的行情可以好一点。这下好了，酒店老板悬着的心终于是死掉了。特别是今年5月过后，生意是断崖式的下降。我自己的酒店在武汉，4个字形容：惨不忍睹。我不知道武汉是这样，还是全国都是这样。大胆预测一下，从10月份开始，酒店转让的价格会集体大跳水，你信不信？做酒店的兄弟们，你们还好吗？现在酒店就是这样，10%的人在赚钱，80%都在赔钱。现在的酒店市场就是这么烂，没人消费。周六周天人是平时的1半也不到，1、2线城市人少了，各个景区的人也少。从酒店开业那一天，好多人都后悔了，没办法，房租没到期，转也转不出去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干。大多数房租到期的就不会再继续干酒店了，继续干继续赔。有些人把全部身价全压在里头了，他不敢撤，出了以后就是负债，所以只能熬下去。现在酒店都不好挣钱，整个城市挣钱的就那么几家，你不要幻想着酒店市场还有什么机会。5星级酒店亏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由于中国整体经济形势低迷，外籍商务与旅游客源大幅减少，而5星酒店高度依赖外宾，尤其是在1线城市和旅游热点地区，外宾减少直接导致入住率和平均房价下滑。那曾经辉煌无比的5星级酒店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？这背后主要有2个原因。第一呢，就是客源结构大洗牌。最近几年，外宾商务客这些5星级酒店的传统客源大幅减少，那年轻的消费群体呢又不看重星级了，他们更在意酒店有没有网红打卡点，这服务是不是个性化。有数据显示，那酒店行业全年的平均入住率只有 52.4%。那很多5星级酒店呢，为了吸引客人，就开始搞降价促销了，所以呢，这利润空间是越来越低。第二就是运营成本居高不下，这人工成本、物业维护成本，样样都在烧钱。那现在很多酒店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占到酒店总成本的40%到50%了。而5星级酒店的设施设备更新换代也慢，翻修一次动辄几千万，这5年一次的翻修呢也必不可少。但是等你好不容易翻新完，这市场风险又变了，所以归根结底就是时代变了。酒店行业呢再也不是那个只靠星级就能躺着赚钱的行业了。这是酒店的大门，上面写着希尔顿欢朋酒店。此酒店之前叫南方明珠国际大酒店，不知为何如今变成了现在的名字。它总用地面积约6万多平方米，项目投资3.5亿，有300多间房间，据说要建成5名最大的豪华5星级酒店。然而，这么豪华的酒店却已烂尾数年，是我在南宁见过最大的烂尾酒店。这是酒店后面，楼外墙贴了瓷砖，看着豪华，内部伪装修，后面杂草丛生，历经几十年，成了如今的烂尾楼。为什么希尔顿欢朋酒店就变成烂尾楼了呢？有谁知道呢？中国经济衰退带来餐饮消费降级。近日，中共发布新一波的禁酒令，禁止公职人员聚餐，在公务活动中，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，不得提供香烟，不上酒。这一规定重挫餐饮业，因为公职人员是最有消费力的群体，多地高档酒店为求生存，在酒店门口摆摊的现象已经是很普遍。不是星级酒店去不起，而是它摆上地摊更有性价比。去外地待了几天，回来信阳大变样，大大小小的星级酒店还有饭馆都摆起了地摊，酒店菜摆摊卖，大份菜小份卖，基本上都是一摆出来都挤满了人。今天下雨也毫不例外，现在才4点多，下雨天都更不想做饭了。你看这多方便，而老人小孩都能吃，而且还干净，老百姓都能吃上大酒店了，而且价格都很便宜。猪牛肉85一斤来看一看，红烧肉了哈，18块钱一份哈，柠檬鸡蛋30。这有凯特琳的王牌产品，吃了多少年呢？它的蒸面条，它的丸子汤，它的烤烧鸡。以前来这里都是吃高价饭的，现在是摆摊的，2个人几十块钱足够了，又干净又卫生又实惠。这卤鸡今天是39，平时在店里都是69一只的。主要是费民嘛，没什么利润，少挣一点嘛，出来挣工资，国里多交嘛，外边也没有房租，也没有水电。我们4点半出摊，然后到6点半我们都收摊都回去了，因为我们回店里还要干活，店里还有客人。现在是一个消费降级的时代，当你用星级酒店的品质加上地摊的价格，在地摊里边卖货时，也许真的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。有好几家店老板都说后续可能还会上盒饭，星级酒店的盒饭，你们觉得定价多少才合适呢？你所在城市的大酒店出来摆摊了吗？不知道你们那有没有这个情况？我们这个大酒店这段时间纷纷出来摆摊，推出平价菜。当我第一天刷到本地一家大饭店
在下午3点半到5点半在外面摆摊时，我想这是个噱头，是饭店的营销手段。因为就在我家附近，我们还去了，菜的种类还挺多，价格也实惠，吸引了很多人来购买。我们买了一份猪大肠，29块一份，量不多，但我们3个人吃够了。第二天又刷到了本地另外一家大饭店也摆摊了，我还纳闷这样摆合规吗？直到晚上看到新闻，酒店外摆挑战中寻找新机遇，原来很多城市都推出了这个外摆平价菜，我感觉是越来越卷了。近日，许多大酒店门口出现了卖快餐盒饭的摊位，有褒有贬，真是有喜有忧。消费者喜的是，现在花低价也可以享受酒店大厨的味道了，而做小餐饮或以前卖快餐的却忧心忡忡，本来利润不多的空间进一步被压缩。这一纸禁酒令呀，干倒了满城的大酒店，我们老百姓是该感到高兴呢，还是该感到悲哀呢？这个禁酒令一实施啊，全国各地一个接一个都出现了一个怪象，让曾经高高在上的大酒店都放下了它的身段，开始卖8块、10块、12的快餐了。这是啥原因呢？然后又有人在说了，你们这些做大生意的咋又来抢这些做小生意的呢？这个市场呢，其实站在另一个角度说的话，如果一个大酒店它不想办法自救的情况下，可能它会歇业。但凡如果说它有出路的话，它不会去走这一步棋的。它原来是多么的高啊，能把身段放下都是为了自救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